下不舍得了吗？斟一碗酒，醉一夜花，为红颜泪洒满襟花。丁零之下，雪溅白纱，洪荒中与你四目相接。小人叩见陛下。铁蹄鞭挞，府中可还有王妃遗物？王妃？这白娉婷。啊，有。不听不问，不忍怀中相守，与你兵刃交加，怎无牵挂？快起来吧。只差心墙都倾塌，眼前是爱是恨。本王一向视你为亲弟弟，有什么艰难险阻，只要你我二人共同御敌，定能乘风破浪，制胜千里。陛下，请恕罪。我家王爷素来喜欢画画，这是王爷给王妃画的一幅画，小人偷偷地保留了下来。本想等镇北王凯旋而归一并送上，可没想到王爷一去不回。贝姐，为兄错了。奉天承运，滋耳亲奉。镇北王妃白娉婷，爱琴已甚，本王感怀已久。今芳魂永逝，五韵已绝，本王哀思不已。着令追封白娉婷为琴仙，设立庙宇。本王自继位以来，高坐庙堂，无感百姓之乐，黎民之所苦。自即日起，出行巡视各地，为期1月。本王巡幸各地之时，朝中诸多要事，悉托于王后与太尉佐之。钦此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，这大晚上的，穿得像个粽子一样，要去哪儿唱戏啊？要你管？哦，那我就不管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名字叫做且柔，是白兰靠近大梁的一个城。我呢，刚接任这儿的城守，是这里最大的官儿。不过呢，这里的治安不太好。这么晚了，你非要出去，你又长得这么漂亮，
要是遇到了色鬼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你想要干什么啊？我不干嘛？我能干什么？我能怎么样？不过说真的，你这身衣服真挺丑的。赶紧的！我可不是求你啊，我是命令你。识相呢，就乖乖的把它吃了。要是不吃的话，可别怪我不怜香惜玉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救回来，路上每天喂你米汤喝，不知花了我多少心思。你若真求一死的话，倒不如先便宜我一回。你在干嘛？你以前也这么盯着楚北杰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别靠近我！你怎么一副未经人事的样子啊？你跟楚北杰多久了？他竟然都没有碰过你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到底是谁？白娉婷，我是白娉婷。白娉婷。好，你是白娉婷。不过你要是敢跑的话，我会像逮兔子一样把你给逮回来，然后像剥兔子皮一样把你脱得精光。你放开我！你这个变态！骗我？你可不是白娉婷。那你会是谁呢？你醒了，姑娘。阿汉，阿汉，快来啊！哎，姑娘醒了，快来。姑娘醒了。对啊，快看。姑娘，姑娘，还认得我吗？我是阿汉呐。阿汉大哥。哎呦，还认得，还认得，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好。姑娘，早知道我就该拦住你，不该让你上山。你说这山上多危险呢。可是，我记得我上了山。反正啊，我上山的时候，我远远就看见那个早就不知道废弃了多久的关卡那边燃了烟火，我就觉得奇怪啊，我朝那边过去了，就发现你晕在那儿了。你说你也是要当娘的人，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啊？是你们救了我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姑娘，只要你没事就好啊。你不知道，你都已经躺了10天了，总算是醒过来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姑娘你别动。慢点。我躺了10天，见到我妹妹了吗？我上山采药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你一个人晕在那儿，就把你带回来了，也没见到你妹子啊。醉君，姑娘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对呀，姑娘。我们请郎中给你看过了，你和孩子现在都还有危险。郎中开了几副药，嘱咐你一定要好好静养，千万不能下床走动。你觉得现在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？我没事，多谢大姐大哥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呦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姑娘，你福大命大，凡事都会逢凶化吉的。更何况
你对我们有大恩，你只要好好养身体，我们俩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是啊。哎，对了，药熬好了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去看看药去啊！快去快去！姑娘，你好好躺着，我去忙活了。醉曲，你应该已经找到养蜂了吧？阿汉大哥，白姑娘，你下床干嘛呀？快进屋休息啊！我是来向你告辞的。我和我妹子走散了，放心不下，我必须得去找她，再也不能耽搁了。你去哪儿找她呀？我要去大梁。那你为何不从？阿汉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只能翻山过境的人。啊，姑娘，你等一下啊！当家的，哎，怎么了？拿一身你的衣服给白姑娘。好好。白姑娘，我是边民，可以去大梁通商。我驾着马车送你过松森山。你穿上我媳妇的衣服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也好有个解释。娉婷再次谢过大哥大姐的救命之恩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。白姑娘，那咱们赶紧上车赶路吧。哎。公主居然绕过庭上议事，而直接在军中设立钱粮库。这道王令已被老臣压下来了，无论如何绝不能颁布下去。我白兰的军备一向薄弱，邦兴必先兵强。在军中设立钱粮库，灵活机动，调度自如。丞相，你作为朝中的老臣，这么一点浅显的道理，不会不懂吧？按理说，赶着办还来不及，怎么还压下了？公主明知此事万万不妥。不妥？丞相觉得哪里不妥呢？这钱粮库一事，说到底，丞相是觉得驸马不妥吧？堂堂一个驸马，管理钱粮库，又有什么不妥呢？难道丞相是觉得本宫无能，没有办法牵制自己的夫君吗？公主，忠言逆耳，老夫的一言一行都是出于本心。驸马现在手握兵权，唯一能够控制他的就是钱粮。如果他真正掌握了钱粮，公主，那个时候，你手上还能有什么可以制衡他的呢？丞相无需多言，此事本宫并非全无考虑，但是本宫还是觉得，在军中设立钱粮库，利大于弊，此事利军利民。如果丞相不愿意去操办这件事情，本宫自然能找别人去办这件事情。公主还记得大婚之日曾对老臣说过什么吗？不曾忘记。那一日，耀天心中忐忑不安，邀丞相入室密谈。公主当时说，如何才能留下驸马的人和心？希望老臣能够帮助公主思量。老臣当日答应了，必殚精竭虑。
丞相不必说了。耀天知道，丞相是在为耀天考虑。可是现如今，驸马与本宫已成为夫妻，夫妻本是一体。驸马他为白兰王朝鞠躬尽瘁，立下过汗马功劳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给过他什么？如果我白兰有立足于天下之心，一个有功的驸马都容不下，还谈何立足？我们一直猜忌他，打压他，处处制衡他，只会逼他走，逼他反。除此之外，还能有什么作用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如果我们以忠臣待之，那驸马必成为忠臣；可是如果我们处处打压他，忠臣也会变为逆臣。丞相，你可曾好好的想过，我们之前所有的作为，会不会让驸马他心寒呢？公主，钱粮库一事，本宫心意已决。丞相，你不必多说了，请回吧。恕老臣昏昧，已看不清局势了。但是，老臣还想提醒公主一句：公主，万万不可被情爱所冲昏头脑。公主，你还是白兰王朝的君主。擦干净点！鬼呀！鬼呀！鬼！大白天的，你胡说什么你？白姑娘，怎么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？你快起来，起来！见鬼了！见鬼了！真的是白姑娘。白姑娘，魏管家可还认得白娉婷？啊，魏婷自然认得。敢问姑娘从哪里来啊？我自白兰翻越松森山而来，本来早该到了，但路上遇到意外，耽搁了一些时日。只是不知这府中众人为何见到我如此害怕。啊，白姑娘恕罪，这其中恐怕有些误会。哦，白姑娘，请先在此休息，我这就去通传将军跟夫人。倘若知道你还活着，不知该有多高兴。还活着？哦，说来话长。传喜，传喜，快给白姑娘奉茶。我去就来。白姑娘，这边请。禀报将军和夫人，白娉婷登门拜访。娉婷，白姑娘，娉婷，娉婷，娉婷，杨峰，真的是你啊！
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还活着。我还活着呢。你们一定是找不到我，以为我死了吧？难怪刚刚传喜他们一见到我就一脸的古怪。哎，醉菊呢？赶紧把他叫出来吧，他怕是见不到我，也一直在担心，见到我能好一点。啊？醉菊，醉菊是谁啊？醉菊没来找你们吗？不对啊，如果醉菊没有来找你们，你们是怎么上山找我的？发现我不在，然后以为我死了的呢？白姑娘，我们的人在山上发现了被狼群撕咬的尸体，还有女人的衣服，里面有你的一只玉簪。醉菊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，活着替我好好照顾她。醉菊，醉菊，娉婷，白姑娘，娉婷，白姑娘。姐姐，你快点好起来吧！姐姐，你快点好起来！怎么样了？一直在做梦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还好好的。别担心，因为失了真，所以才会睡得如此沉。医者说了，若是能让他睡到明天上午才好呢。可是医者说，他的胎儿还不稳定。真不敢想象，像她这般柔弱的女子，怀着孕，一路孤身一人走过来，从重重关卡之中逃离出来。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，遇到了多少危险。你要相信他，他不是别人，而是名传天下的白娉婷。当年夫人你为他感到骄傲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白姑娘很坚强，她一定会保住自己，还有孩子的。对了，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楚北姐？她还一直守在白姑娘的墓前。若他知道白姑娘未死，一定会立刻赶过来的。将军，这也罢，要不然就等白姑娘醒了以后，让她自己做决定吧。虽然我很同情楚北姐，但是白姑娘怀着她的孩子，还毅然决然地离开，一定有她的难处。将军说的是，如果娉婷不愿意见他，依我看，还不如让他将错就错。现在大家都觉得娉婷已去，就让他清清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吧。
说起来，我们大王还在为这件事情高兴呢，还在宫里面大摆宴席，大宴群臣。他忘了当初的堪布之战，我们的娉婷是怎么帮他救大梁于生死之间的吗？他忘恩负义，不过是转眼的事情，哪儿配得上让娉婷帮他的忙？算了算了，都是刀剑乱世，以后我跟娉婷永远在一起，我们姐妹都要在一起，好歹有个照应。好，如果白姑娘愿意跟我们一块隐居，那咱们即刻收拾行装，离开这里，另觅他处。这个地方已经没法待了。若寒知道，大王知道，现在连楚北杰都已经找上门来了，保不齐以后还会有人找过来。将军，等到这次我们隐居以后，就跟若寒，还有你那个大王，了断音信吧。好。北姐，白姑娘就葬在此地。你怪本王？陛下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当年晋梁在堪布大战时，我们竟从这条索道掉到万丈深渊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必死无疑，但没想到，我们捡回了性命。早知会有今日之痛，我和娉婷就该携手离去，岂不逍遥快活？娉婷的事情，本王已经知道了，是本王错怪了她。本王已经给她证明，临行之前，本王还封她为秦仙，让她位居大晋的神位，永享香火。如果她在天有灵，就再也不会觉得委屈了。陛下，人都已经不在了，神位又有什么用？这样高居在神龛之上，娉婷得有多寂寞？本王也很后悔。如果有她在，陛下，北捷这一次真的要走了，请陛下保重。北捷，北捷，你可知道，你是本王的亲王弟？王弟，跟本王回宫吧。陛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糊涂了吗？本王清醒得很。本王只怕这个秘密再不告诉你，就会永远的失去你。
贝姐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本王同父异母的亲弟弟。你的身上流着司马家的血。当年太后令所有的知情人保守这个秘密。你的母亲为了信守诺言，竟自缢而死。这之后，太后就收养你为义子。你仔细想想，你从小到大吃穿用度，和其他王子无异。14岁就让你领兵打仗。当然了，你的确是才华出众，出类拔萃。但是，如果你不是司马家的孩子，大晋王室又怎么会顺理成章地信任于你？军师命脉又怎么会轻而易举地交到你手上？贝姐，跟本王回宫吧。本王大限将至，时日不多了。司马家不能绝了血脉，本王要把王位传给你。王位？怎么？你不相信本王的话吗？陛下，事到如今，相不相信又如何？为了个王位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到头来却牺牲了自己所爱的人，值得吗？北捷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为了王位，这么多年，你得到了什么？失去了什么？本王生下来就是头上戴着王冠，脚下踩着江山，本王什么都不缺。本王现在命你跟本王回宫。请恕北捷不能从命。北捷，王位是司马氏的责任，苍生平安，黎民幸福，这不是你一直想要做到的吗？你只有坐上了王位，拥有更大的权力，一统江山。陛下是北捷的恩人，若不是当年陛下坚持留下北捷，怎么会有今天的镇北王？这些年，陛下与北捷共同进退，北捷的心中也一直把你当成我亲哥哥。北捷坚持到现在，不为权势，只为报恩。但这些年来，兄长的变化，北捷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北捷只能陪兄长走到这里了。本王知道你累了，想要过一段平平静静的日子。魏兄答应你，只要本王多活一天，就会努力支撑大晋江山一天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本王走了，你务必要回来主持大局，传承司马家的血脉。贝姐，本王给你2年时间够吗？本王会再努力多活2年，等你回来。请恕北捷不能给陛下这个承诺。
愿陛下能够打起精神，振作起来，护佑我大晋疆土，永固无虞。你会回来吗？山间风大，请陛下珍重。余下的日子，我要用一生的思念来偿还。娉婷，你是清澈的溪流，原本安然地流向你该去的方向，而我，却是生下来就布满藤蔓的岩石。你用万般的柔情包容我，我却让你历经曲折，直至干涸。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去爱你的，今天我斩断了身上连接血脉的枷锁，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。你现在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做，你只需要容我自在地在你身边陪着，做一个真正属于你的我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大晋男子，若是喜欢一个女子，会连续3天为她守夜。那3夜，我已经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你活着，我与你携手共度；你去了，我守你的尸首终老。娉婷，你醒了，快看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我跟泽隐的孩子，你看，他长得像我，还是像他呀？长得真好看，眼睛像你，鼻子像他。大家都这么说。若是当初没有你，哪有我们母子的今天啊？泽庆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干娘。泽庆，这个名字好。你看他笑得多可爱啊！还是小的时候最开心，等到长大了，一切就都变了。乳娘，你抱他回去吧。是，走喽，回去喽。
藏着目光，待天下风起云涌是狂放。我自上一支孤芳，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？天微亮，遥远北方，是烽火烧尽城市灿烂过往。你语言的沙场，有爱上流淌在黄土之上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怆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，无名，无常。从此随我的心事，从此断茫茫归途。别愿小巷最深处，我回首来时路，何来繁华的嚣张？烈日当空，心灼伤，我永不降服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怆，别忘记我